那么今天上午咱们来聊一下最后一个股票是美股的麦当劳，这是一个餐饮股票。那同样它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想了解一下麦当劳是否后期还存在上涨的一个机会。这里咱们先说一下结论吧。从我当前月线图的走势来看的话，应该是已经接近完成了这一次主升三浪的全部结构了，并且在相对的高位，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2次反复也就是终结楔形的一种形态。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此次麦当劳长期上涨趋势的整体结构。这只股票上市的时间非常长从1968年至今。那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从月线图来看，它是已经完成了上涨的第一浪，调整的第二浪，目前处在这个大三浪当中大三浪当中，也可以说处于这个大三浪上涨的一个末端末端。这里我们分别标注一下：一浪，调整的低点；二浪，三浪。那刚才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目前处于三浪的一个末端，主要原因是其内部走势走出了五波的一个推动形态，分别是五浪一、五浪二、五浪三、五浪四以及当前的五浪。这个咱们用紫色段来标注其内部的这个子浪：31、32、33、34，以及目前处于35的一个末端。这里面有一点我们需要看到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点是，当中的三浪二调整来说的话，它的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浪四的调整时间呢是比较短，主要原因是因为三浪四当时出现的这个时间点是2020年年初疫情开始的时间，所以因为短期的这个疫情的原因造成了股市的动荡，所以这回的三浪四所调整的幅度非常大，所需要的时间比较少。那么按照波浪理论以往的规律来说的话，四浪的调整时间应该是大于二浪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只能说是略少于，完全是因为消息面的刺激造成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并不影响其内部结构整体是一个五波形态。那当前我们从月线图其实已经分析到了这一次上涨的结构，它是已经处于这个大级别三浪五的最后一个末端。那其实当下我们重点就是来研究一下这个三浪五内部的子浪它是运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好的品种，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那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到了，在这个三浪的末端它出现了疑似终结楔形的这样一个形态。那下来我们具体来划分一下这次三浪五内部的5个子浪：子浪一、子浪二、子浪三、子浪四、子浪五。这一次的所走出来的终结楔形不同于以往教科书式的标准形态，因为以往走出的终结楔形它是类似于一个收敛，3、4、5。以往的终结楔形它是走出一个收敛形态，这里我们拿红色去标注一下，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在实际的行情运行当中，不可否认它也会出现类似于像今天这种形态扩散，所以这种形态的变异我们也要认识到，并不完全是收敛形态。同样画出了的右侧这个形态，它也属于终结楔形的变异形态。那其实现在判断这个终结楔形当中就是目前是走了子浪一、子浪二、子浪三、子浪四、子浪五。那后期说白了，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子浪五有没有完全走完那这里面我们就看一下黄金分割，拉一下最后一波上涨的走势。那下方就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多空节点，在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也就是263.10美元。同时我们拉一下趋势线的支撑，可以看到
趋势线的支撑和这个黄金分割基本上是在这一线形成了一个重叠走势重叠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就是 263.10 到258。为什么我说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多空节点呢？如果终结楔形结束，那么它后期就不会跌破263到258这个区域。如果终结楔形结束，那么后期它一定会跌破这个263到258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向下的破位走势向下的破位走势。但是如果没有跌破这一区域呢，短期的走势它可能会存在，还会出现一个新高，比如在618的位置275附近停住，再冒一个新高出来，存在，只能说明最后这个子浪五它没有运行完毕，届时子浪五的高点可能要重新刷新一下。所以当前我们就是紧盯这个263到258这个区域，跌破了那基本上就没悬念了，铁定这个三浪五走完了，进而导出整个大三浪运行完毕了。那后期向下的调整幅度包括时间跨度都会非常大和非常长。那所以当下我们就是重点关注263到258这个区域。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点位已经不适合继续参与了，因为此处明显是风险大于收益就算有新高也是风险大于收益，因为你不确定最后这个子浪五内部的更细小的级别的上涨是否会出现，因为周线级别的终结楔形的大结构它是已经完全出现了，而且后期一旦跌破的话，大家想一想，由目前对于针对三浪五的调整三浪五也就是123到这个326的调整，最后会演变成月线级别的针对这个12到326整体的调整。所以我个人认为当前是风险大于收益，此处更多的是我如何考虑我应该在什么位置离场或者减仓。就算想要博取最后有没有这个新高，那么也只能说是拿少部分的利润去博，而不能说是我满仓继续操作。那这无疑是在这个火中取炭好，今天关于咱们这个美股麦当劳的整体走势波浪结构分析，那么也是已经梳理的非常清楚了，结论也给出了，目前这个位置不适合继续参与重点是要考虑如何去离场，什么位置离场，以及这个清仓之后，所谓的清仓不是轻重的轻，是清掉的清以及清仓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去选择看一下其他有没有更好的品种，而不需要紧盯这一只股票。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